这男人绝对是我见过最负责的父亲，男孩和小雪也是我见过最懂事的孩子。父亲为了2个孩子的生活，独自上山采摘野果和蔬菜来补贴家用，孩子的懂事程度让人惊叹不已。帮助父亲摆摊赚取微薄收入，父亲腾出时间为新家园建造第5天。大家好，欢迎观看男孩和小雪的大山生活纪录片。又是一个阳光明媚、风和日丽的好天气，绿意盎然的原野上，野花随风飘摇。一位身穿朴素衣服的父亲背着编织袋，脚步坚定地走向山林间。为了补贴家用，他决定在今天展开一场采摘之旅。他的目标是那些隐藏在山间的野果树，寻找着那些累累硕果，硕大的果子挂满了枝头。父亲来到果树底下查看一番，他熟练地爬上果树，随后就开始采摘工作。健步如飞的父亲几下便来到了枝头上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他稚嫩的脸庞上，映照出他坚毅的眼神和沧桑的表情。采摘的过程并不轻松，但父亲却毫不怨言。每当他摘下一颗晶莹剔透的果实，都会露出满足的笑容，仿佛看到了家人因此而喜悦的表情。他知道这些野果将成为家庭的补贴，也将带来一丝生活的温暖和惊喜。野果过于庞大，编织袋装不下几颗，这对父亲的采摘工作也带来的难处。于是父亲想到一个办法，将编织袋挂在树上，然后将采摘的果子丢在地上。这样一来，也不至于就带2、3个就回家了。此时编织袋中的果子已经装满，父亲背上编织袋，小心翼翼地准备下去。为了生活，不得不努力付出，利用勤劳的双手创造美好的未来。编织袋里实在装不下了，父亲捡取果子装入另外一个袋子里。身心已经疲惫，他拿出一个果子解解渴。原来父亲采摘的是青柚，难怪个头非常之大。在大山里唯一的好处就是资源丰富，大富大贵的日子说不上，但能解决温饱，至少可以换取微薄的收入，没有多大的问题。青柚的口味得到了父亲的认可，他一下子吃完了整个柚子。正当父亲准备离开之际，抬头发现树上还有未知的野菜，也不清楚这是什么菜，居然长在那么高的树上。多亏了借助竹竿的作用下，父亲采摘了一些不知名的野菜。经过父亲的一阵努力后，准备出发返回村落。今天是个丰收的日子，野菜野果都有了。父亲带着包裹往村落赶去。勤劳负责的男人是最有魅力的，这种行为体现了他对家庭的责任感和愿意为家庭做出牺牲的精神。再怎么说，一切为了孩子，为了家庭，他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赚取额外的收入，不仅可以帮助家庭缓解压力，也展现了他的勤劳和努力工作的态度。这种精神还是值得我们尊重和肯定的。远处的风景如一幅美丽的画卷，令人心旷神怡。群山在朦胧的雾气中若隐若现，仿佛是自然的画卷，令人陶醉。这就是美好的大自然。父亲在赶往村落的路上偶遇孩子们，父子之间相互一阵闲聊，孩子们决定帮助父亲摆摊，让父亲早点回家去。男孩主动背起沉重的编织袋，为了减轻小雪的负担，哥哥又拿起剩余的编织袋。2个孩子实在是太懂事了，还知道为父亲减轻负担。这样的精神实在难得，多么幸福的一家人，互相努力，共同克服困难。懂事的孩子总是那么体贴和善解人意，他们能够为家人着想，尽力去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男孩和小雪来到了村落附近，他们将野果和野菜整齐地摆放好。也就在这时，商店里的一位阿姨走了出来，她看中了饱满的柚子，一口气买下4颗，色彩鲜艳诱人。男孩用清脆的声音呼唤着路人，家里的父亲也没有闲着，他从山林间向着小屋走来，双肩扛满了材料。看来父亲没有停止搭建新家的工程，也不知道今天会有什么样的最新进展。父亲把原木方木扛回了小屋，通过男孩和小雪的吆喝，附近走来了新的顾客。男孩说：“来看看我的蔬菜，新鲜又便宜。”顾客看着新鲜的野菜高兴不已，直接把野菜全部买完。
骑车路过的大哥也是看到了路边的南海摊位，尽管卖蔬菜和野果的收入可能微薄，但南海从中感受到了劳动的快乐和自食其力的满足。他知道只要肯努力，用心对待每一件事，就会有所收获。父亲从小教会了南海要勤奋。山区的田野中，一望无际的庄稼葱葱绿绿，给人们带来了丰收的希望，仿佛置身于自然的怀抱中，让人感到无比舒适和放松。父亲的工作已经开始了，一把柴刀在他手中使用的淋漓尽致，没有什么事是一把柴刀解决不了的，一把柴刀不够，那就使用2把。父亲利用刚才的原木削尖后打入地基中，这应该是安装一个架子之类的。父亲忙得不可开交之时，孩子们已经到家了，父亲交代他们的任务全部完成，真是个不错的孩子。父亲看到孩子们这么早就回来了，也是非常开心。从父亲的建造中看样子是准备安装一个床位，原木作为床的4个支撑角，长木作为床的支架，床的框架全部安装到位。在儿子和父亲一起努力拼装下，一个完美的床铺就完成了。一家3口最幸福的事莫过于有个幸福的家，其乐融融，幸福相伴。我们一起见证了让这个温馨的小家充满了幸福的气息。这是我见过最负责的父亲。父亲带着南海和小雪上学去，顺便送孩子们去学校宿舍，还给孩子们一些生活所需的物资。父亲用他的行动传递着对家人的爱，用他的呵护表达着对孩子们深深的关怀。他能够肩负起照顾孩子的重任，无论是生活还是教育，父亲都会全力以赴，为孩子提供最好的支持和帮助。读书学习才是最好的选择。早上的天气晴朗而明媚，和煦的微风轻拂，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明亮起来。一家3口的幸福如阳光般温暖。父亲带着孩子们走出大山，前往学校的路。其实他们也认得学校的路，只不过父亲不怎么放心孩子们。父爱是无声的，但他的力量是强大。每一位父亲都默默付出着，承担着对子女的责任。大山里的孩子确实不容易，尤其是对学习教育的匮乏。能读上书已经非常不容易了，至于能不能读好书，要看2个孩子的努力程度了。经过漫长的行走，一家3口来到了学校门口，父亲领着孩子进入宿舍。父亲希望2个孩子好好读书，这是对父亲最大的回报。看样子宿舍的条件还算不错。父亲从商店帮南海买了一床崭新的被褥。看着崭新的被褥，这一刻非常羡慕2个孩子，因为还有好多苦命的孩子得不到帮助。父亲跟孩子们谈了一些话，并且让他们互相帮助。随后父亲掏出一些零钱给到了2个孩子。紧接着父亲领着小雪进入女生宿舍。这边的宿舍还是比较干净的，进门还需要脱鞋。真的没有想到，门口的鞋架上摆满了孩子们的鞋子，地面非常整洁，洁白无瑕的地砖。小雪妹妹有点调皮，父亲再三叮嘱孩子好好学习，天天向上。不得不说，这个父亲确实用心了。在一阵谈话后，父亲告别了小雪。学校的建造看上去并不是很现代化，但是宿舍的干净程度令人惊叹。这是当地的一家有名的学校，坐落在山区里。学校是成长的摇篮知识的殿堂，它孕育着无数个梦想的孩子。父亲的劳作即将开启，为了供2个孩子读书，他付出了辛勤的汗水。只有不停的劳作，才能换来孩子们的希望。他只想好好照顾2个孩子，用自己的责任心承担起家庭的负担。父亲带上编织袋，准备前往大山。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，你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独特魅力，清新的空气，茂密的绿植，
让心灵沉浸在无与伦比的美丽中，享受着大自然的恩赐。父亲穿过茂密的树林，寻找着大山里的可用资源。目前也不清楚父亲采摘的什么野菜，才疏学浅的我也不认识这些花花草草。在山林间，他发现了各种各样的野菜，只见父亲收集了一大把绿色的草，却不知道这草是用来吃的还是做什么用的。一阵采摘后，装入编织袋中，父亲背上背带继续采摘，踏着崎岖的山路，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。难不成这草能吃吗？有没有认识的家人们告知一下？他也不是随便什么草都摘，反正是可用资源，要不然他也不会如此辛苦奔波于此。山林的花花草草太多品种了，实在无法分辨出来。摘了一包还不够，父亲拿上了另外一个编织袋。这草绝对是稀有品种，一大片丛林中没见采摘到多少。父亲带上2个编织袋，准备收工了。男人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容，他手中的野菜不仅是丰富的食物，更是对大自然的感恩和对生活的热爱。看着满载而归的野菜，不但是为了换取微薄的收入，也让他对生活充满希望和美好的期待。经过一阵长途跋涉后，父亲终于来到了村落附近。这里的位置算得上是一个集市的感觉，因为这边是附近山区唯一的商店路口，附近的居民也是很多，来来往往，大家聚集在一起，欢声笑语。在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和竞争，只有和谐的田野和清新的空气。父亲很会做事，把刚才采摘的野菜一一进行捆扎，这样顾客购买起来也就方便了许多，看上去清爽而整洁。父亲耐心地进行捆扎处理，从他建造新家园那刻起，我就知道这个男人很细心，也很用心。第一位顾客来到了父亲的摊位，他看着手里的野菜，感觉非常新鲜。农村人的勤劳和朴实质朴让人倍感亲切，相互串门走访邻里，不像城市里进了家关了门就像是一个牢笼。购买野菜的人也是络绎不绝，这或许是当地喜好的野菜品种，路过的人也都会购买几捆回家。野菜在舌尖上绽放出独特的味道，犹如自然界的味精，让人们无法抗拒。这里坐落着几家商店，难怪人流还是可以的。乡村们也是常常光顾这里。随着时间的慢慢流逝，最后的野菜给大姐买走了，父亲便可以早早地收摊回家了。田园生活是每个人的向往，但有些人却不一定适应，总感觉每天枯燥乏味。这是我见过最能干的父亲，仅用一把柴刀将竹子编织成一个完美的竹篓。这活要是没点技术含量和耐心，还真做不来。竹篓不仅是日常生活中实用的工具，更是父亲对家人的深情表达。红红的花朵显得非常美丽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美得令人心醉。父亲已经开始为一天的准备，开启了新的一天。他带上柴刀，穿梭在山间小道上，也不知今天的任务是做什么。每当看到父亲的出现，总觉得会有惊喜和意外等着。父亲寻找到一处竹林，他拿着柴刀，手起刀落，疯狂地用力砍伐。在经过努力下，一根长长的竹子应声倒下。由于竹子太过于长，他无法携带。父亲拿起柴刀，将竹子分段处理。随后，父亲利用柴刀将分段的竹子再次做切割处理，使得一整根竹子变成好几段。因为段数太多，他也无法一次性全部带回去。紧接着，父亲将竹子劈成2段。长长的竹子想要劈成2段还是有点麻烦。聪明的父亲拿出一根废弃的木头敲打柴刀，这样更有利于将竹子快速分开，而且还省时省力。有时蛮干不一定得到好的结果，经常会把人累坏，或者精力和体力浪费掉。利用有效的工具和方法来实现目标的效率会更高。
然后父亲再次把竹片分成无数小段。合理的规划才是最高的效率。按照第一道工序的方法，父亲把剩余的竹子全部分成小小的竹片。经过不停的努力，地上已经堆了好多竹片。父亲再次利用柴刀分割成更细的竹片。看这样子，无非就是用竹片来制作工艺品了。竹片制作的东西优点也是很多，其主要特点是柔软、细腻、容易弯曲。由于竹片的柔软性好，所以适合编制细腻的篮子和筐子。经过一阵分割处理后，父亲把多余的竹子放置在一边，他拿竹丝将竹片打包带回去。不得不说，父亲做事确实有一手，不但技艺高超，而且头脑非常清晰。把竹片两头都捆扎完成后，父亲扛起竹片准备返回山中小屋。这样一来，既轻便又省事。父亲简直太厉害了。父亲面容严肃，眼神中却透露出一种专注和慈祥。他已经回到了小屋，继续切割竹片。真没想到工序还是挺复杂的。记得小时候看过一次师傅编织竹席，也是经过多次切割与劈灭，然后再将篾丝慢慢编织。这需要考验一个人的耐心，不管制作哪个竹片工艺品，都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。在那个年代，竹子制作的工具也是非常之多，这也是大自然带来的馈赠。父亲用柴刀巧妙地将竹片削成细长的条片，可能是蹲着干活比较累，父亲选择回到小屋的床板上工作。用竹子编织工具还真不容易，手脚并用，然后细心地将这些条片交织在一起，形成一个整体的面。他的手法娴熟，每一下动作都显露出他对工艺的熟练和精湛。想要编织出一个竹篓非常不简单，首先要制作出一个圆形或者方形的底部，然后慢慢往上编织出竹篓的篮体部分。在进行编织过程中，要注意保持竹条的紧密连接，确保篮体的牢固性。因为今后要装几十斤的东西，这可真不是开玩笑的。虽然不会出现危险，但是一旦损坏就麻烦了。毕竟编织一个竹篓也不是分分钟解决的事情。父亲已经开始从底部向上编织了，将竹条依次交叉编织起来，保持稳固性。每一次编织，父亲紧锁眉头，认认真真做好每一步。现在雏形已经出来，当篮体编织到合适的高度时，可以使用额外的竹条来加固篮体的边缘部分，这样可以使篮子更加坚固耐用。父亲把剩余长度的竹片往回编织篮体部位，这可不是一般的水平。整个过程可能需要很多耐心和技巧，无论是用于收纳物品还是作为工艺品，由竹子编织而成的竹篓都将展现出独特的魅力，并传承着古老的手工艺。这才是匠人，匠人以手艺为荣，不断努力超越自己，用心雕琢每一个细节，追求完美无瑕的品质。当父亲亲手完成一个美丽实用的竹篓时，他感到无比的满足和喜悦，真心不容易。今后采摘野果和野菜就不需要编织袋了，这绝对比编织袋更为实用性。太佩服这个父亲的能力了。随后父亲带着背篓来到了山林间，劳累了一天，也该做点吃的填填肚子。他在山里挖到了一些木薯，这也是大山里最常见的食材之一。没想到两个孩子也在这时回来了，应该是放学回来的。父亲准备做一些木薯当做今天的晚餐，两个孩子也是非常的懂事，去山林间打水去了，而父亲在小屋边上清理起木薯皮。两个孩子回来后，继续帮助父亲一起清理木薯皮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帮父亲分担。父亲为了两个孩子每天日出夜归，不辞辛苦的劳作，只为有个幸福温暖的家。男孩和小雪认真地跟父亲学习烹饪的手艺，早晚有一天他们也要独自生存，不可能一直跟随父亲。自力更生不仅有助于个人的成长，也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一切。两个孩子上学也累坏了，在床板上休息，
然后父亲开始煮木薯，山里的食材也能让他们节约开销。父亲坐在床头，关心起两个孩子的学习情况，及时与孩子多沟通，了解他们，这就是最简单的陪伴。此时锅里的木薯在不停地沸煮。今天的晚餐虽然简单，但是充满了幸福和温馨。一家三口吃起了今天的晚餐，父爱如山，饭桌上的每一个瞬间都凝聚着父亲深沉的爱。在这个温馨的小屋里，充满了无数的关爱与陪伴。眼前的这个男人捕鱼太厉害了，为了给男孩和小雪改善伙食，父亲下水抓鱼。除了捕鱼技术高超外，父亲的勤劳和毅力也是值得我们称赞，既会建房又会编织竹篓，简直就是无所不能，并且做了一顿美美的烤鱼。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对孩子们的爱。阳光明媚，天空湛蓝，今日的天气真是格外美好。父亲带上工具，随同两个孩子一起下山寻找大山资源。天气好的让人心情也跟着愉快起来。三人穿过小溪，朝着大山深处走去，探索着自然界的神奇之处。每天看到绿油油的景色，心情也是异常的美好。到处充满了生机和宁静的美，绿油油的草地和树荫下，小溪潺潺流淌，让人仿佛忘记喧嚣的城市，找回那份宁静与美好。三人终于停下了脚步，看来今天的采摘之旅就在这边了。父亲摘下地里的西瓜，拿出柴刀给它切成小块，露出了鲜红的果肉。父亲先给两个孩子切好，父亲留到最后一个品尝，孩子们吃得津津有味。西瓜的肉质饱满，甜而不腻，每一口都让人心满意足。尤其是西瓜的口感细腻且甘甜，吃起来让人感到清新自然。小雪狼吞虎咽地吃着手里的西瓜，两个孩子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水果。以前的日子那是饥一顿饱一顿，能吃饱喝足就心满意足了，更别说能吃上水果。父亲带着两个孩子开始采摘，孩子们也很懂事，兄妹两人分工协作，一起帮助父亲分担着。父亲手里拿着柴刀，熟练地割开一个个青绿的西瓜，在田间忙碌着，在瓜藤丛中穿行，不停地将沉甸甸的西瓜收入篮筐。三人用熟练的动作摘取西瓜，轻巧地放进竹篓，不时发出满足的笑声。由于西瓜个头比较大，没用一会功夫，一筐筐饱满的西瓜被采摘完成。大家的心情非常开心，为丰收而喜悦。带着满载而归的西瓜，准备赶往村落路口。大山里峰峦叠嶂，云雾缭绕，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，让人心旷神怡，让人不得不赞叹大山里的风景迷人。经过一段长途跋涉，三人终于来到了摆摊处。三人努力将西瓜整齐地摆放在编织袋上。他们那边的西瓜个头不是很大，长得有点像菜瓜，长长的身形。父亲说，要不你们在这边帮忙一下，我去给你们准备一个惊喜。男孩和小雪也是答应了，摆摊的工作就由男孩和小雪来承担，他们也能胜任这份工作。两个孩子非常懂事，经常帮助父亲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。大山里的孩子吃苦耐劳的精神值得赞美，这一点确实让人赞叹。面对艰苦的生活，他们勇于担当一切。父亲长期生活在大山之中，不能说身怀绝技，至少能过上丰衣足食的日子。父亲非常勇敢，戴上眼镜，拿上工具，跳入河里寻找着鱼儿。有些人不仅擅长传统的钓鱼方式，但他掌握了各种捕鱼技巧，使用网具，巧妙地布置渔网。无论是用手抓、用渔网还是用钓竿，大山里的人都能轻松应对，捕获到丰富多样的鱼类。除了技巧，他们还具备顽强的毅力和勇敢的精神，这一点比较佩服。在水中寻找着鱼儿的踪迹，他们不畏艰难，勇往直前。他们将自己的经验和技巧代代相传。父亲捕鱼的过程不仅令人赞叹，更给人以启示。
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，与大自然中的鱼类展开了一场精彩的对决。此时的男孩和小雪两人也回来了，他们看到父亲捕捉到很多鱼儿，心情别提有多开心。回到家后，一家人再次忙活起来，男孩主动担当起煮饭的工作，这些家务事男孩还是能轻松应对，而父亲在外面准备制作烤鱼。他先将炭火点燃，随后将火焰熄灭。父亲把鱼放入锅中，撒入一些食用盐，给鱼儿先腌制一下味道。父亲利用传统的工艺，把竹子当作签子，接着在炭火上燃起篝火，待火力旺盛时，将鱼放置在上面。为了让鱼肉达到两面金黄，需要不停地缓缓翻动，让鱼肉均匀受烤。烤制的过程中，炭火熊熊，散发出阵阵诱人的烤鱼香气，勾起人们的食欲。父亲的手法相当熟练，不愧是荒野求生的大神级别。随着时间慢慢流逝，烤鱼制作完成，男孩和小雪两人把米饭盛好，父亲把鱼儿从签子上拿出。这顿大餐无疑是最美味的，平日里也都是吃些野菜木薯之类，能补充到肉类的营养是非常不错的。孩子们也正是长身体的时候，在面对困难和挑战时，只要具备坚毅的意志和扎实的技能，就能够克服一切困难，并获得成功的喜悦。勇敢的父亲值得尊敬。感谢您的观看和支持，我们下集不见不散。